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50-60岁女人穿搭误区，想高级，衣要简，裤要松，发要短，高级优雅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我们常说岁月从不败美人，可现实中却总有人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穿搭选择，让辛苦维系的好状态悄悄打了折扣。身边总有一些中年女性，年轻时也曾是人群中的一枝花，可到了50-60岁，却逐渐在穿衣上松了劲，走着走着就把优雅变成了油腻，把舒适活生生穿成了邋遢，自以为是随性，却不知那份随性若没有分寸，就很容易沦为不修边幅。而真正会穿的女人，哪怕过了半百，依然能用得体的穿搭，把从容和讲究写在每一个细节里。今天这期咖啡屋，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那些看似再普通不过，却最容易把自己打扮成大妈感的穿搭误区。也许你觉得这样的穿法很常见，也习惯了随手套一件就出门，但恰恰就是这些习惯，悄悄把老气油腻都写在了你身上。趁现在，不妨跟着一起对照看看，有没有你也正踩着的坑。1. 宽松的 T 恤配老年阔腿裤，松垮显胖。到了夏天，谁的衣橱里没有几件 T 恤或者几条阔腿裤呀？很多人觉得宽松的 T 恤配阔腿裤，主打一个舒适随性，想着遮肉显瘦，但不少中年女人就是被这个想法坑了。特别是微胖发福的中年女人，很喜欢穿宽松的 T 恤，没有任何剪裁设计，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，完全撑不起来，把身材曲线全部藏起来了。再搭配上老年阔腿裤，版型又宽又大，走路时显得十分拖沓累赘。这样松垮的一身搭配，视觉上起码胖10斤，整个人也会瞬间老气横秋，原本想要的休闲感没了，只剩下松垮带来的大妈感。2. 廉价的雪纺衫配黑裤子，暗沉显老。雪纺衫和黑裤子，单看都算是中年女人衣橱里常见的基础款，简单好搭配，看似不会出错，可真正穿在身上，往往问题就出在质感和组合上。不少姐妹贪图便宜，随手买了一件雪纺衫，远看花色还行，近看却是面料粗糙，没有垂感，一穿就皱巴巴软塌塌，不仅撑不起气质，还把整体质感拉低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再看黑色裤子，很多人喜欢它的百搭和显瘦，但如果上衣本身就暗沉没质感，再叠加一条没有版型支撑、面料普通的黑裤子，一身下来色调沉闷不说，还很容易显得整个人气色暗淡，没有精神，甚至穿出几分无意中的沧桑感。再来说说黑色裤子，好多中年女人看重的是它的百搭性和显瘦效果，但如果搭配的是暗沉没质感的雪纺衫，一身下来都是沉闷的色调，毫无亮点，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沧桑。3. 花裙子配花丝巾，油腻感爆棚。观察好多中年阿姨的打扮，我还发现花裙子和花丝巾的组合也很常见。她们这样穿本来是想要打造出浪漫优雅的感觉，可事实往往与理想中的自己恰恰相反。裙子上面的图案过于繁杂，丝巾的花色过于艳丽，很容易产生艳俗感。各种艳丽色彩的堆砌，最终只会导致一个结果，那就是让你的穿搭显得杂乱无章，像极了旅游团里的标配穿搭。4. 穿凉鞋配丝袜，突兀又俗气。为了图个凉快，很多中年女性在夏天都喜欢穿一双透气的凉鞋，再搭配一条丝袜，觉得这样既能防止脚出汗，又显得有讲究。
可这两件单品单独看都没问题，一旦组 CP， 画风立马就有点尴尬了。尤其是当凉鞋遇上白色或肉色丝袜时，那种生硬的分层感一下子就把穿搭的清爽感打破了，非但没有增添时髦感，反而让人第一眼就觉得油腻老气。脚背被丝袜包裹着，却又硬生生地露着脚趾，突兀又不利落，看着比光脚穿凉鞋更显拖沓，整体也失了干净利落的气质。要想凉快得体，不如大方露出脚面，保持脚趾整洁，让凉鞋发挥应有的清爽感，简单自然，才是夏天最舒服又最提气质的打开方式。2. 中年女人穿衣如何避开显土油腻的雷区？其实很多女人上了年纪，不是没气质，而是不会穿，才导致自己的好气质没有展现出来。只要掌握了下面的搭配技巧，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对穿搭的调整，告别随性邋遢的固有形象。选款建议：建议1，买衣服别盯着花花绿绿的款式，多穿纯色。中年女人穿衣最大的误区，就是以为穿的花一些更时髦洋气，但其实过度的花色反而容易显俗气。穿纯色的衣服往往更能凸显出高级感和气质，所以在买裙子或者其他单品的时候，不妨多多注意这些经典款的设计。要是拿捏不对合适的搭配方式，那么基础的黑白灰色单品可以多多入手，这些单品的搭配利用率比较高，搭配起来时髦大方，全身的配色不超过3，更能提升气质。除了基础色，小面积的彩色和亮色单品搭配也可以挑战一下，能提亮肤色，提升造型的亮点，但款式最好选纯色，避免被繁杂的图案干扰视线，能够更好地突出个人的身材线条和气质。搭配基础色单品，靠着对比色或者简繁结合的思路，就能提升你的潮流感。建议2，别穿太松垮的衣服，换成剪裁利落的服饰。前面也提到了，松垮的衣服容易显胖又没精神，所以在选款时，不妨多关注一些剪裁利落的服饰，肩部的剪裁、腰部的剪裁都要挺阔一些，别加入太多的花边或者蕾丝边设计。搭配建议：思路1，跟着年轻人学无灵感穿搭，不扮嫩不显老。谁说中年女性就不能追赶潮流？现在很多年轻女孩的穿搭风格都很值得我们借鉴，关键是要掌握无灵感穿搭的精髓，比如穿年轻人爱穿的基础款单品，不追求当下的网红流行单品，配色上可以适度的年轻化，但不宜太艳丽花哨。搭配时注意风格的统一性，保持优雅得体的大前提，才能避免踩雷。思路2，重视质感，注重气质与品味的呈现。对中年女人最重要的莫过于质感了。一个人有没有气质和品味，多半都是靠衣服的质感来反映的。质感好的衣服穿着舒适，也能提升你的整体气场。所以在选择衣服时，不要只看价格和款式，更要关注面料的材质和做工，多穿天然面料的衣服，再去注重细节做工，只穿缝线整齐、剪裁精致的衣服。有线头、皱巴巴的衣服就别再穿了。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：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我们追求美的理由，但真正相信并做到的却寥寥无几。看完上面的对比，大家或许已经意识到，穿衣这件事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。只要我们避开那些显老又油腻的穿搭误区，学会一些简单实用的选款和搭配技巧，就算过了50岁、60岁，也依旧可以活得时髦又体面，把优雅写进每一天。都说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其实放在穿搭这件事上，
更是再贴切不过。可现实中有太多50、60岁的女人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要么放弃了打扮，要么随意应付，把舒适当作懒散的挡箭牌，结果穿得松松垮垮，油腻邋遢，自己照镜子都提不起精神。有的人满身花里胡哨的上衣，配一条紧绷的裤子，再留一个随意打理、毫无层次感的发型，这样的打扮不显老土都难。所以为什么同样是50岁，有人看起来清爽优雅，有人却一眼就满是木气？差别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。别急，想要摆脱土气大妈感，重新找回属于50、60岁女人的那份大气与从容，并不难。记住这一条穿搭思路：衣要简，裤要松，发要短，哪怕头发白了，只要会穿、会选、会修饰自己，也一样能把优雅感藏进每一寸细节里。接下来就和我一起继续看看，如何把这份松弛与高级穿在身上，让你从此告别油腻，白发照样时髦得体面。1、50、60岁女性，为什么建议你衣要穿简？衣要简的优势。都说成长是做加法，而成熟是做减法。在年轻时可能会觉得潮流时尚就应该是各种色彩花哨元素的叠加，就如同面这样的精致土穿搭，不免让人觉得有种本末倒置的感觉，也会导致穿着者失去自身的光彩。其实在岁月的沉淀之下，想通过服装展现自己的美并不难，重点不在于多，关键在于精。就像这一组对比图一般，左边这一套吸睛套装加各种配饰点缀，看似精心，实则属于无效搭配。反观旁边的穿搭，款式基础，色彩简约不突兀，看着养眼又和谐。2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万能级简单品？方法1：看面料质感是前提。衣要简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要保证服饰上没有过多装饰，穿上身让人看不出真实年龄。而对于这类简约服饰，想要在同龄人中穿出彩，建议大家在购买时以面料质感为前提。就比如演员江离离一样，她的服饰虽然简约，但却渐渐充满了贵的气息，这就与她平时所选的针织、纯棉、真丝、缎面等天然材质离不开关系。除了有着不错的光泽感和舒适感外，更是进一步提升了穿搭的品质，分分钟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高级。方法2：版型裁剪是关键。然而年龄的增长很容易给大家造成圆肩驼背、腹部赘肉、大腿粗壮的困扰。那对于这一系列的身材问题，服饰的版型裁剪就显得尤为关键。就像图中这几位中老年女性一样，身材并不完美，但整个人的穿搭就是让人觉得有品味。当你细看之后，你会发现她们的服饰都有着这样的特征：肩线清晰，腰腹收束得当，再加上整体版型裁剪松弛有度，仿佛瞬间遮住了身上的缺陷，放大了优势。方法3：颜色选择很重要。极简穿搭，那在颜色选择上也不可大意，毕竟颜色不对，显老10岁这句话可不是危言耸听的。再结合大家的一些肤色情况，更建议大家选择中性色的服饰。除了经典的黑白灰系列外，还有棕色以及有韵味的绿色和蓝色系，都能将你的沉静高级气质所展露出来。3、穿衣简约想高级，不妨试试这3招。第1招，基础款加设计感单品。虽然我们选择了衣穿简，但很多人会担心这样的穿搭会像一潭死水一样，那不妨学着给自己的穿搭虚张声势，打破无趣感。
最为基础的便是基础款和设计感单品的结合穿搭，比如当你有一条女人味十足的纯色鱼尾半裙，不妨配上格纹设计的上衣，或是带有流苏元素的披肩，既保留了成熟女人的韵味，又增添了一份年轻态。第二招，配饰加叠穿。事实上，除了基础的极简穿搭，还可实现进阶版的极简穿搭。一是利用配饰，比如手镯、斜挎包；二是进行服饰的叠穿，但又不会破坏原有穿搭的干练利落，又能提升整个造型的层次感和可看性。第三招，多用三色法则。那选对色彩只是第一步，色彩搭配便是第二步了。就像傅莹这一身穿搭，光泽感十足的黑色连衣裙，手上拿着一个碧绿的手拿包，脚踩一双黑色带跟鞋，看似简约但又不失高级，并且保留了老生常谈的色不过三法则的基础上，再加入明暗结合的穿搭方式，为这一身极简穿搭添砖加瓦，让人难以看出真实年龄。二，为什么上了年纪的女性裤子要穿松？一，紧身裤与宽松裤，除了一穿简，还建议大家裤穿松，但总有人不听劝，觉得就应该穿紧身裤，将身上的这份福气展现出来，结果就出现下面这样的翻车现场。倒不如学会把这份福气隐藏，就像右图中穿搭一样，选择宽松的阔腿裤将大腿处的缺陷遮住，也不会出现所谓的尴尬区，并且看起来也不会如旁边穿搭那般沉闷。二，穿裤子如何摆脱路人感？技巧一，裤腿宽阔不紧绷。很多人不喜欢穿裤装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都在于太过路人感了。就像图中这样宽大的阔腿裤，毋庸置疑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头率，并且还会显得整个人邋遢感十足。但反观旁边同样穿着宽松裤，只是在原有尺码上选择了大一码，既不显胯，又不会出现卡裆的情况，更不会让你在大街上同质化。技巧二，少穿花色，多穿纯色。像图中这样的奶奶裤，大家并不陌生吧？在各种广场舞团队中随处可见。大面积的牡丹花，再配合强烈的亮丽底色，穿上身只会让整个人变得土气感十足。反观差不多的年纪，将奶奶裤换成纯色裤装，如白色、蓝色等之后，并且在没有任何滤镜的加持下，刚刚的土气仿佛一扫而光，剩下的尽是高级素雅气质。技巧三，裤装要有垂坠感。然而裤装想要穿出高级感，就得依靠面料。大家都知道，刚开始买回家的裤装很柔顺，但经过水洗之后，就会出现硬挺的情况。那这样的话会直接降低穿搭的舒适感。因此建议大家选择100%纯棉、西装面料以及牛仔面料的裤装，这样既有了不错的垂坠感，又保证了夏日的清爽感。三，解锁宽松裤的穿搭公式。公式一，塞1.1角缩短上衣比例。另外，穿宽松裤大家还有一个担忧，很怕穿上身会有拉低身高的风险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塞衣角的方式缩短上衣的比例，但不建议将整件服饰全塞进裤腰，更推荐像图中这样单侧塞衣角，包容度高不说，还能营造出不一样的层次感。公式一，配腰带凸显腰线。不仅如此，当上衣与宽松裤对比不够明显的时候，加入纯色金属扣腰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比如蓝色宽松裤配上一条棕色腰带，不仅将上衣裤装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分割，
还瞬间拥有了完美的3-7身材比例，但又不会让人感到突兀，反倒是与穿搭融入了一体。公式3，轻度露肤更清爽。而在夏季也多了一个穿搭公式，那便是轻度露肤。因为下半身的包裹度较高，这个时候就可将露肤的位置放在锁骨处，比如夏季穿着 V 领、方领等上衣，既不会让人觉得不够得体，又能把纤细的锁骨展现出现，并拉长脖颈线条。尤其是对于肩宽背厚的女性来说，很容易就给人一种苗条的即视感。3，头发剪短就是50-60岁女性保持年轻的秘诀。1，为什么要将头发剪短？大家都知道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面部也会出现下垂、皱纹等问题。这个时候只有发型对了，才能对面部做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作用。因此，大家还是远离长发比较好。一是对面部有膨胀效果，让脸看起来更大；二是长发容易暴露发质问题；三，不管你是黑长发还是白长发，都会显得整个人没有精气神，显疲惫。倒不如将头发剪短，为造型做减法，不仅能抬高视觉重心，在打理上也省时省力，更是显得整个人活力满满。2，显气质的短发都有这2个特征。特征1，头发蓬松有光泽，但不仅仅是将头发剪短之后就能保持年轻了，还得具备这2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则是头发要保持蓬松并有光泽，这就需要我们利用卷发棒了，从发根处烫成一个大卷，就避开了显老气的小卷发，并且也达到了显发量的效果。而光泽度则就需要我们在护理上花心思了，比如多用修护类洗护用品，再加上减少染发的次数。如果出现了白发，不要急于将它染黑或是其他颜色，白发相比于其他色更利于柔和面部肌肤，也更为清爽干净。特征2，大胆露出额头。另外一个特征则是需要我们大胆地露出额头。很多人喜欢留着厚重的刘海，将额头完全遮住，看着着实是有些许小气，一点都不符合成熟女人的大气优雅气质。但这里所说的露出额头，并不是完全暴露在外，毕竟到了一定年纪，发际线也会增高，因此我们可以利用3-7分刘海以及空气感刘海，既遮住了缺陷，又看着格外有层次感，并且也能达到视觉显小的效果。回过头来看，50-60岁的年纪从不是放弃美的理由，反而是一个更懂得取舍、活得松弛的阶段。穿衣这件小事，藏着我们对自己最直接的尊重与疼爱，不盲目跟风，也不随波逐流，而是在每一件看似普通的衣服里，藏进对质感的坚持，对细节的讲究，以及对岁月最从容的态度。衣要简，裤要松，发要短，是外形的取舍，更是内心的笃定。越是年纪渐长，越该把那些繁杂冗余的东西剔除掉，让穿衣回归简单、舒适和高级，让每一次照镜子都看到一个体面且自在的自己。记住，优雅永远与年龄无关，它只属于那些始终懂得取悦自己、善待自己、活得清醒的女人。当我们不再害怕白发，不再在意细纹，而是用合身的衣、得体的发、松弛的心态去拥抱每一天，岁月便也会在我们身上沉淀出别样的温柔与底气。愿每个在时光里渐渐长大的你，都能在人群里安静发光，越老越美，越活越优雅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
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